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逆天写生的总导演彭飞。新的一季的连番呢，我们的重点呢，第一呢，就是要尽全力还原原著剧情；第二呢，我们需要更加细腻的去刻画男主与几大女主的情感；第三呢，我们需要加强视觉效果。那么这个是效果呢，包括了我们优化男女主的模型，提高画面的品质，以及特效功法体系的系统化设计，加强打斗与特效场面的张力与火爆。新的一季剧情，云彻为了守护家人与爱人，将会出走苍风帝国，迈向更大的舞台，在苍云大陆、天选大陆、幻妖界挑战更为强大的对手。与此同时，他将会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与自己的血脉至亲相认，同时重振家族荣耀。当然了，在此过程中，他会遇到3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而且个性鲜明的女主，与他们产生各种精彩的际遇。希望把云彻的精彩经历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这一季呢，我们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名场面。观众最早看到的也是顺着原著剧情走的，被粉丝称为双月哭坟的剧情。这一段剧情呢，主要展现的还是楚月禅和夏新月2位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第一季，楚月禅与云彻在神龙试炼生死相随，却以楚月禅的不告而别收场。宫规和世俗是2人的隔阂，更是楚月禅的枷锁，让楚月禅一直看不清楚自己的内心。随着新的剧情的推动，云彻的死像一记重拳，将楚月禅的枷锁击碎，将冰蚕仙子的寒冷的面纱掀开，将所有的隐而不宣的情愫公之于众，让楚月禅直面自己的心意，疯狂地发泄自己无法诉说的爱意。随着云彻的陨落，陷入了深沉与不舍与遗憾，留给世人巨大的震撼和无尽的唏嘘。不同于楚月禅无意识的爱，夏信月清醒地知道自己对云彻的情感是在一日日相伴中一点点地变得深刻，却因为心中未尽的事业而理智地隐藏情绪，一直作为引路人出现在云彻不远的前方。在面对云彻陨落，夏信月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的泪水如断线的珍珠无法自抑，每一声抽泣都充满了对云彻的无尽的思念。他甚至决然地割断自己的一缕青丝，以一种深沉而悲壮的仪式告别云彻，封存感情。通过这样的剧情设计，我们更深入地去刻画2位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感受她们对云彻的爱恋和失去他的痛苦，同时也能增加剧情的深刻度和复杂性，让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第一季的云彻洒脱不羁，不拘小节，至情至性，大情大义，爱憎分明。在此基础上，第2季会更加凸显出云彻的成长，他将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在各种生死危机中百折不挠，化险为夷，不断前进变强。本季着重塑造云彻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不惜自己的生命，倾尽所有去守护他们。云彻对亲朋好友情感深厚，对爱情忠诚专一，情感表达直接而热烈，爱憎分明，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对于正义和邪恶有着清晰的界限，在对待敌人时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在充满尔虞我诈的世界中，他能够巧妙地化解各种危机，展现出他的智慧和勇气。云彻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更是为了保护所爱之人而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他致力于重振家族和皇室的荣耀，对抗邪恶的势力，维护自己所爱的世界和平。会的，原著是基础，尊重原著是我们创作的第一步。改编的重点就是尽全力还原原著，还原名场面，同时会更加细腻地刻画男主在休闲之路上的情感纠葛，加上视觉效果表现，包括优化男女主模型，提高画面品质，特效功法体系的系统化设计，加强打斗与特效场面的张力与火爆等等。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逆天写生的连番的执行导演袁静波。原著在逆天写生中，夫妻之战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对决，更是情感、信念与命运的一个激烈碰撞。创作中呢，
我们引出了夫妻之战引发的很多方面的原因，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使得两人不得不站在一个对立面上，他们内心也会有一些挣扎和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这场不可避免的一个冲突。比如云彻为了保护自己所珍视的人和这个世界，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却与他妻子的立场产生了一些冲突。那么动画作品《夫妻之战》这一段戏进一步深化了逆天邪神的主题，即命运的抗争与人性的抉择。通过这场战斗，我们看到了主角面对命运的捉弄的时候，如何勇敢地做出选择，如何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同时也让我们思考了爱情、责任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使小说的主题更加的深刻和丰富，对整个的故事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逆天邪神新的一季中，精彩必将延续，而且不断的升级。这个比较神秘而又未知的世界呢，有着无数的挑战和机遇等待着云彻。随着剧情的一个推进，一些隐藏在幕后的神秘人物也会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出现会为云彻在逆天之路上添加更多的变数与挑战。无论是新的盟友还是更强大的一个敌人，他们的登场都将为逆天邪神新的一季带来更多更新的精彩演出。关于这个冰云领域的空间的这种创意灵感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夏清月呢自身它富有九玄玲珑体和一个冰雪琉璃心，这两种比较特殊的体质呢，决定了它的能力属性。它的能力属性是比较偏向冰絮和一种神秘的一个力量。那么九玄玲珑体让它在修炼上有个独特的一个优势，可以储纳这种肉身无法承受的一个力量，为它施展这种强大的冰系能力提供了一个深厚的一个玄力基础。而那个冰雪琉璃体使它的个性至纯至净，它自身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悟性和一种记忆力。这种纯净的心境与冰的力量呢是相互呼应的，在冰云领域的设定与它的体质的设定呢就会显得相得益彰，是其能力的一种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基于这些描述呢，我们在考虑设计的时候呢，这灵感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静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环境境界，也可以指一些精神层面上的气氛或者一个状态。那么冰云领域的空间在设定的时候呢，受到了这种文化的概念的启发，将夏清月的这个冰系能力营造出一种特殊的静和境界。那么在这个空间中，我们会感受到温度很低，冰雾弥漫，一切都被冰雪所覆盖，敌人会进入其中，会受到冰系力量的压制和影响，而夏清月则能够借助这个空间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战斗境界。感谢观众对我们第一季的首肯，也感谢平台给我们工作中带来的支持与肯定。在这新的年番创作中，我们会努力回馈大家的期待，做出更好更出彩的作品，呈现给逆天邪神的粉丝们。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逆天邪神的美术导演。首先在角色的刻画上，我们深入研读了原著小说，并结合角色的个人的独特经历，将这些元素呢巧妙地运用到我们设计之中。我们力求让每一个角色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为立体深刻的形象。同时在场景的营造以及整体色彩的把控上，我们也进行了更为细腻、更为震撼的处理，力求为观众带来一场崭新的视觉体验。在特效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新的突破。除了常规的美术升级操作以外，
就是比如说更强调色彩对比，更注重画面的张力，我们更想要展示对于同一种属性的细腻的区分，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比如说在新的情节当中，我们有大量的火焰的法术的使用，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宗门和不同体系的法术，采用不同形态和质感的效果设计，让观众能够感受到逆天邪神的特效绝对不是单一同质化的，而是更丰富更有冲击力的视觉感受。关于云彻的设计，相较于上一季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一季的云彻呢，服装相对比较修身，比较内敛，毕竟是初出茅庐。随着剧情推进，云彻已经在昌丰擂台上大展拳脚，名震昌丰了。所以呢，我们必须有一套崭新的角色形象来匹配云彻现在的威名。在新的形象的设计当中，我们基本上保留了上一季云彻桀骜不驯的气质服装上呢更强调黑白，来让云彻在画面中能够脱颖而出。剪裁上我们增加了层次和切分，相比上一季更显得霸气十足。希望云彻以崭新的形象能够带着观众们一起称霸天权。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女性角色呢，更是我们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对于每一个女性角色的设计，都是经过我们很多版本的尝试和打磨。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小妖后这个角色，我们在设计上除了依据她幻妖界的身份背景、金肤血脉的传承等要素来做她的设计依据，更要体现她作为年轻的幻妖界的统治者所必须要体现的霸气和担当。所以我们在设计当中呢，尝试夸张化它的设计体量、服装体量，增加它的外廓形和装饰，使用鎏金和羽毛等设计元素，争取呢让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幻妖界的妖后。